一个人如果说起假话来，连他自己都相信是真的，那此人心里的算计就大了。为朝廷之计，金老应当尽早除掉安王。张先生所虑极是，但如今安王反行未露，且又得到皇上的信任，百姓拥戴，难呐。皇上让安王来主婚，安王非但没有答应，还力劝皇上放弃刘氏。以皇上平日的做派，接下来会有什么举动呢？今日皇上召安王，意图很明显，眼下就只等皇上说：“安王，只要你帮我娶了亲，这皇上就是你来做。”那就看安王了。倘若安王有所表示，那么我们除去他，便有理由了。王爷，近日席间，刘瑾的高参谋士纷纷刺探王爷是否心存异志。看来，诚如南阳先生所言，这个刘瑾早晚必成气候。刘瑾已经是位极司礼监掌印太监，他还要成何气候啊？哼，他呀，是想成天下。哼，这个六根不全之人，他要是当了皇上，是得不到天下人拥戴的。可是王爷，如果刘瑾想另立一个皇上，而他自己做太上皇，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哦，西亚公，乔宇，西亚公，皇上定于明天在光禄寺大宴群臣，席间皇上会宣布他的重大决策。这个决策会是什么呢？皇上从小就不愿意当太子做皇上，继位也是勉为其难。如今又爱上了一个有污点的女人，皇上会不会要美人舍江山呢？这，西亚公，我们得有应急之策呀。手指大的菩萨，怎说的王爷碗口粗的香啊，受不住啊！王爷，他有什么事要我去办吗？那好，我李南阳向来快人快语，钱大人想必有所耳闻。我就喜欢快人快语。近来江西附近常有小股土匪出入南昌附近。既骚扰了百姓，也骚扰了王府，王府缺乏安全了。钱大人陪同圣上左右，能不能要求圣上给安王府3护卫？副护卫？可是。要废各藩王的3护卫，是先帝的旨意。如今先帝废各藩王的15000军马的3护卫是不假，可当初是当初，如今是如今。
江西局势时有动荡，这15000军马平日里虽有安王掌握，护卫王府，可万一国家遇到危难之时，这3护卫也需听命于朝廷。因而，这15000军马是安王为皇上所养。这是采自天山脚下的贵重玉石雕成的，价值连城，是王爷特地用重金换取，赠予千户的。物件虽小，可是安王的一片诚心。这就是南阳先生所说的共谋富贵吗？这是眼前的富贵。那将来的富贵呢？恕我直言，当年钱大人开馄饨小店当小老板的时候，何尝想到过有朝一日会有御笔亲题，将钱氏馄饨改为钱氏混沌的今日呢？南阳先生不愧是读书人，比喻总是打得如此贴切。钱大人更是聪明人。好吧，安王副3护卫的事，我尽力在皇上面前美言。南阳先生，你要相信我，就把这些东西留下；如果不相信，尽可以将他们拿走。我带他们来的时候，就没有想过再将他们带走。今天，我请大家来光禄寺喝酒。第一杯酒，朕要敬太皇太后。虽然你看不惯朕的做派，但是你生了贤明的安王。太皇太后，请。坐吧。这第2杯酒，朕要敬皇太后。朕的娘亲也不知在何方，但不管怎么说，父皇还是要我认你为母后。皇太后，请。坐吧。这第3杯酒，朕要敬李阁老。李阁老给朕讲过书，朕也没有少给李阁老添麻烦。李阁老，请。谢皇上。坐吧。这第4杯酒，朕要敬刘公公。刘公公为朕做了不少事儿。要是没有刘公公，朕这个皇上可能还要当得辛苦。坐吧。谢皇上。这第5杯酒，朕要敬在座的6部大臣，各位在朝中辛苦了。朕在位的时候，肯定有对不住大家伙的地方，全在这第5杯酒里边了。谢皇上。坐吧。这第6杯酒，朕要敬皇叔安王。
从即日起，朕宣布退位，浪迹江湖，由皇叔来当皇上。皇上，这万万不可。皇叔，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都默许了，有什么不可的？皇上，臣以为安王说的对，请皇上收回成命。皇上，奴才以为安王说的对，请皇上收回成命。安王说的对，请皇上收回成命。皇叔天生就是做皇上的料，我呢，天生就是个混混。只有做混混，我才会觉得活得有滋有味儿。所以呢，还是应该由皇叔来当皇上。皇上，臣万死不敢从命。皇上，臣等屡屡冒犯皇上，请皇上治罪。皇上千万不要灰心，大明江山要靠皇上执掌。哼！朕当初要各衙门炼铜，付出的代价呢，是10两黄金1两铜。朕想要扩充水军，战船被天火烧了。朕当时是有一点雄心壮志的，可现在人没老，心却老。朕当皇上的时候，你们过得不舒心；朕不当皇上，你们又不放心。哼！想要朕当皇上，朕有个条件，那就是要刘阁主当皇后。如果朕不当皇上了，我该娶谁就娶谁，你们也不用操这份心了。你们自己掂量着办吧。皇上，皇上退一步，朝臣们也退一步。不行啊！朕已经被逼得毫无退路了。皇上，以后二妃的位置不动，可以册立刘良女为贵妃，这样刘良女那边也可以交代了，朝臣们也就不会再较真儿了。李阁老。太皇太后，我觉得这样可以，皇上继续做皇上，安王依然是王爷，这样大臣们也可以不用惶惶度日了。李阁老的意思呢？王爷言之有理，请皇上采纳。请问王爷，本朝有无此先例？太皇太后，本朝太祖皇帝的时候，就曾把元顺帝的妃子封为洪武朝的贵妃。元顺帝的妃子，也不是青楼女子。恰好元顺帝的妃子正是出于青楼。我怎么不知道这段典故？这典故只可言传，不能身教，更不能诉诸文字，为尊者讳。你是从哪儿听来的？这是父皇言传于我的。父皇的意思是，青楼女子也是大明朝的子民。还有，假若那刘良女改头换面，隐姓埋名，谁又知道她出身青楼呢？可她没有，就冲着这份磊落，也应该册封为贵妃。贵妃，
也就这么着了。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哼，好吧。好，爷，姐姐走的实在是太好了。哎呀，这皇上的帽子我是摘不掉，这皇后的冠你又戴不成。大臣们说封你为贵妃，不知道姐姐是不是满意？皇上啊，这贵妃到底该怎么走路啊？爱怎么走就怎么走。那贵妃该怎么说话呢？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啊。那贵妃该怎么跟太皇太后、皇太后行礼呢？爱理你就理，不爱理你就不理。皇上，完了，这么多事儿都我一个人干了，那些太监宫里干什么去啊？几千号人呢，总不能都叫他们种菜去吧？哎呀，你说的对。其实这些事儿你都不用做，但是你得做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给朕生儿子啊。是，给皇上生儿子，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儿。可眼下咱们就得抓点紧了。我可是一直跟唐仁孙在卯着劲儿呢。他唐仁孙都有12个孩子了，他老婆肚子里还怀着一个。朕总不能输给他吧，不然朕的面子往哪搁呀？童女官，人我们送来了。李公公辛苦了，小丽带李公公他们去喝茶。奇了怪了，你们怎么都不愿意伺候刘贵妃？说说吧，什么原因？她也配得上贵妃二字。虽然我们见为宫女，但守身如玉，在我们眼里，她只不过是一个肮脏的妓女。让我们去伺候她，还不如叫我们去死呢。可是，她这贵妃毕竟是皇上册封的，你们骂她，不就等于骂皇上吗？你们这么做，
丢掉自己的性命是小事，而且很可能要殃及家人，甚至株连九族。我们虽然地位低贱，可是人也要有自尊，为忠为孝，当个烈女，总比在那个妓女面前苟且偷生要强100倍。说得好。这样，你们先在这浣衣局住上些日子吧，什么活都不用干。一旦有机会，我就送你们回宫。谢女官。英国公的事儿，王满堂，英国公的事你考虑好了没有？我来宫里是伺候皇上的，不是伺候别的男人的。呀，你真是愚蠢！英国公是勋臣中的领袖啊，你要是跟了他，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。哎呀，你这个小女子，你看这，哼！我丑话说在前面，你得罪了我，一辈子也别想见到皇上。佛公公，啊，佛公公，嘘。皇上和娘娘一夜可好啊？都睡得好，还没醒呢。差不离了。皇上和娘娘片刻就会起床，准备准备啊！皇上说好今天要去好吃街的。哎，苏公公来了没有？啊，还没呢。哦，待会儿啊，你们好好伺候皇上和娘娘，我去御膳房看看。是。魏太监，那贱人虽然没有当上皇后，可她现在是皇贵妃。只要她在宫里待上1日，你跟她就有见面的机会。她万一要认出你来，你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呀！太皇太后的意思是，就因为你的一念之差，给你带来了杀身之祸。只有除掉她，你才能在宫里安度晚年。太皇太后，奴才实在是不敢呐。可他现在是伴在皇上左右，弄不好奴才丢命失小。奴才担心的是给太皇太后带来灾祸呀！你这没用的东西！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就这么报答我吗？太皇太后，滚出去！奴才不敢。滚出去！是。佛公公。这到底怎么办？你想出办法没有啊？刚才佛公公说，皇上今日可要出宫。皇上要去好吃街。那姓刘的肯定不会跟着皇上出宫了。等皇上一出去，你们呀就不用叫人进来了，剩下的事儿就由我们去做。怎么做？这你就不用管了。你们可别出卖我们啊！你要是不信任我们，现在就可以去跟苏公公、佛公公去告密呀，那得的赏钱可比我们给你的这些多得多呀。哎，事已至此，只能将生死置之度外了。谁叫我相信你们做的是对的呢？
你们是刚来的吧？这些日子，乾清宫里的宫女都换了3批了。你们是不是不喜欢我？娘娘，您多虑了。那就好。你们喜欢听我唱曲儿吗？都说娘娘您曲儿唱得好，可奴婢们哪有那福气听娘娘唱曲儿啊？露水珠儿在荷叶转，颗颗滚圆。姐儿一见忙用线穿，系上眉间。不得了了！今天正午有几个宫女行刺刘贵妃，已经被皇上斩首在午门外了。可皇上硬要把太皇太后、皇太后、皇后和二妃拽到午门去看死尸，但是太皇太后已经在那儿站了1个多时辰了。皇上怎能如此对待太皇太后、皇太后呢？皇上怀疑是2国皇太后指使宫女们干的，可2国皇太后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？这皇上无凭无据的，你看就由着性子来。在那儿呢。朕本来要严刑拷问他们，看是受何人指使。但朕的老儿党怕牵连出你们中的某些人，一口咬定说没有任何人指使。朕心里是清楚得很。譬如太皇太后、皇太后、一后、二妃，只有你们和刘娘娘有着深仇大恨。哼！告诉你们，这一次你们的算计落空了，将来的算计也会落空。朕不住在这乾清宫了，我要自己再造一座行宫，你们永远也别想进去。从此以后，你们的手再长，也别想伸到我的行宫里去。刘公公，奴才在。从今日起，宫中的宦官、宫女裁员2/3。太皇太后每月给100两，皇太后每月给80两，一后每月给40两，二妃每月给20两。皇上，奴才知道了。皇上，每月就给我们那么点银子，你让我们喝西北风啊？不够花销啊？那你们可以纺棉织布去啊。当初太祖皇帝的马皇后就是这么做的，你们可以跟她学学啊。别在这跟朕讨价还价。太皇太后、皇太后，我还提醒你们，最好呢是每月省点银子，给这6个替你们背了黑锅的背食鬼烧点纸钱，别让他们从阴曹地府里回来还来找你们算账。太皇太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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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醒醒啊！太皇太后，快醒醒，醒醒！太皇太后，醒醒啊！太皇太后，他扯猪婆婆呢，老毛病了，不用管他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。
王爷，不可！西亚公，安王已经离京了。在刘良女这件事上，大家各让了一步。本来以为这件事儿可以圆满解决，想不到却横生枝节。西亚公，那几个宫女难道真是太皇太后指使的吗？现在已经是死无对证了。我担心的是，安王会不会因为此事而起反心？反心，不得而知。但对皇上的怨恨之心，却存下了。这事儿，只要有人烧一把火，西亚公指的是南阳。目前最大的麻烦，还不是安王。西亚公指的什么？皇上今日降旨，要在西华门一侧拆去一片民房，修建一处纵情享乐和处理政务于一体的行宫。以后，皇上和贵妃娘娘就住在行宫里，不再入大内。皇上还规定，凡进出行宫的人，一律都要有一块特制的腰牌，其他人不得进入行宫。西牙公以后见皇上，是不是也就难了？这不仅仅是见面难的问题，这意味着皇上与百官的心离得越来越远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在朕离京之日，由刘贵妃监国。太子皇帝！朝中大小事儿，由司礼监刘太监督察六阁内部，报与刘贵妃处置。钦此。朕已经下旨，在朕外出打猎期间，由贵妃娘娘监国。皇上，这世上哪有贵妃监国的事儿啊？哼，有过朕倒觉得没有意思了，你就来做这头一回。可我什么也不懂啊。啊？贵妃娘娘懂得治家吧？治家那是为父之德。治理一个国家，比治理一个家也繁杂不到哪儿去。可是那些文武百官，他们会听我的吗？他们不听，朕就要刘公公治他们。
来。你是说，他们跪着，我坐着？当然，除了内阁几位先生不跪，其他人见了贵妃娘娘都得下跪。我心软，我最看不得男人的膝盖软。哎，贵妃娘娘与我所见略同啊。当时朕刚刚当皇上的时候，跟大臣们提过一个要求，就是见到朕，不用跪拜。结果他们死都不肯，非跪不可。说什么不让他们跪，他们就觉得自己不像大臣了。切！皇上，娘娘，监国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。可我的心里还一直打着鼓。你说这国家大事，我找谁商量啊？刘公公、李阁老都可以啊，看你喜欢和谁打交道了。我觉得还是刘公公好打交道。李阁老学问太大了，人又不好接近。我觉得他打心眼里就瞧不起我。说的是，李阁老读书太多，一股迂腐气，那就找刘公公吧，刘公公好商量。佛老二，佛老二在，你就在家好好伺候贵妃娘娘。如果贵妃娘娘有一点，不，有半点差池，朕就拿你试问。佛老二谨记在先，如果贵妃娘娘有丁点差池，也就惩罚佛老二。好啊，怎么惩罚你啊？让我回炉，让我娘再生我一次吧。苏老二，在。叫上钱宁，带上锦衣卫，随朕打猎。是。臣等叩见贵妃娘娘。奴才刘瑾，率文武百官，叩见贵妃娘娘。还是像他们这样好。我喜欢看你们站着。你们快快起身吧。谢贵妃娘娘。大家。官人。各位官人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既然皇上让我监国，我就得打起精神来为皇上办事儿。我从来没有处理过国家大事儿，而诸位官人都是朝廷的栋梁，所以还望各位官人多多赐教。臣等愿效犬马之劳。李先生为何不言语啊？天子行猎，虽每朝都有，但还望贵妃娘娘劝皇上节制。皇上已经出宫行猎，
皇上留下话说，待到行宫造好，他就会马上回宫。所以，我认为皇上这次出宫行猎，不是什么节制不节制的问题，而是行宫什么时候造好的问题。说到行宫，老臣手头有不少文武官员递上来的奏本，都和皇上修建行宫一事有关。想必这些奏本，李先生都已经看过了，心中定有主意。你不妨直接说出来，让各位官人听一听。皇上下旨，在西华门一侧修建占地800亩的行宫，其中第1期宫殿300余所，大气营造宫室，兴建太素殿、天鹅房、船屋各工程，建造宫殿数层，并在2厢营造密室。第1期预算银两24万余两，全部行宫建成之日，将有8000余所宫室，耗银将达500万两。